大家好，我是吴薇，欢迎回来大声。今天这期节目呢，还是我们大声台湾访谈系列的一集。今天我要呈现的这个节目呢，是我在台湾6月份的时候在台湾采访的班志远。班志远呢，英文名是 David Baldusky， 他其实是个美国人。可是呢，他不但有一个让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中文名字，他也是在整个英文世界分析中文媒体这个领域必须知道和不可绕过去的一个人。因为他第一说非常好的中文，他是可以从细节上从文本上分析人民日报的，就是他的中文可以到达文本分析的非常细微的层面。第二呢，就是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阅读分析观察和理解中国媒体，就是他目睹了中国媒体过去20年从市场化媒体的改进，到调查报道的兴起，到博客时代、论坛时代、微博时代、微信时代，到整个习近平后期这些新的控制变化发生之后，中国媒体的全面衰败，这个过程他目击了，极度的深刻的了解了，也在持续的写作分析这些现象和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这次在台湾呢，也是在他的办公室做了一次深入的采访。他跟我聊的话题呢，其实是最近的一个网上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消失的公共话语和消失的中国网络公共空间。这个主题其实我们这些媒体人说出来满眼都是泪哈，可是他呢，非常让人温暖的回述了他最早为什么那么喜欢中文，他怎么到中国的，他为什么可以一直坚持研究中文。第二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中国记者，他为什么长期的在关注中国调查报道。还有就是当年他们在香港大学的中国媒体计划曾经跟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学者、调查记者做了哪些关注中国社会变化、媒体报道的一些事情，说出来都是满满的温暖的回忆。更重要的是，他现在仍然与时俱进的在用英文解读中国现在媒体的现象，而且呢，用一种外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中国从外面看非常复杂又封闭的媒体生态后面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个采访呢，就是既像一个我喜欢的老朋友之间的聊天，因为我跟班志远彼此知道名字20多年了，心里也觉得是非常熟悉的朋友。可是我们真正见到是在台湾，当然是觉得老朋友终于见面了。所以我们两个也在回述了中国媒体的发展和目前我们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节目会分2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样一个美国人，他为什么可以如此细节地关注中国媒体，还有在现在新闻审查、言论不自由和互联网技术控制各方面都仍然很严苛的时代，媒体人还能做什么？我们关注中国媒体还应该干什么？甚至为什么还要关注中国媒体和公共话题？我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这2期节目。反正我自己是觉得非常非常温暖的。我也特别感谢我在世界的很多角落有像班志远 David 这样的朋友，让我觉得吾道不孤，我们其实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好，谢谢大家，请看节目。David， 好，你叫 David Baldusky， 但我们都知道你的中文名叫班志远。对，这个有故事。是的，很高兴 David， 我们现在在台北，对，在你的这个漂亮的空间里，我们在聊天。我之所以今天要来采访你，2个原因，一个是我知道你的名字20年了。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在媒体空间里是2个非常熟悉的名字。我从最早做记者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然后我也经常看到你在中国传媒计划，在非常深入的在讲
中国的媒体，在跟踪我们当年做记者的这些朋友做的事情，所以就成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那么20年下来，我看 David Banduski 或者班志远这个名字，我就认为是一个少有的在20年的时间里坚持在做中国媒体观察、分析、研究。对啊，所以我觉得，当我现在想回顾中国媒体发生了什么，你是第一个我要聊的人。好的。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最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其实在中文环境里面都在聊，就是好像突然一下子互联网时代也好，社交媒体也好，手机人人在手里，数字信息这么多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们的记忆丢了。对，我们在网络上的记忆丢了，我们在公共讨论的很多保存的内容也没了。对。然后你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叫《金鱼记忆》。对。哎，我就说一定要跟你聊，因为你是一个新闻的中国新闻的，你作为一个美国人，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在记录中国的媒体。我是完全依靠。这是中国人写的微信上的文章。对。好，所以先给我讲一下你为什么叫班志远。班志远呢，是因为我从小嘛，就是大概10几岁的时候开始学日语就是比较然后我双胞胎，我有一个双胞胎，那个时候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然后那个他开始学中文，我开始学日语。这是比较难得的机会嘛，因为我长大的地方是 Oklahoma 州，可能很多你的听众不知道不知道的地方是在德州的北边它是美国大陆的最核心的地方嘛，也是主要是农村嘛，牛仔啊这些，一个小城市叫塔尔萨。然后现在你想一个中学有中文课程是比较难得，很少。就是目前来说，当时就是不用说特别少。大概有就是几个嘛学校，几个高中，是有日语课和中文课，所以当时觉得是一个不可说 no 的机会嘛，我一定要。然后我又觉得很神秘，可能一方面是。觉得我那个小城嘛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地方不太，我一直想离开，就是享受一下大世界的那种感觉。那日本是代表这种神秘，所以亚洲是比较神秘。我不知道我哥哥是为什么选择，然后可能也有父母在后面推嘛，觉得这个机会是亚洲的在发展嘛，可能以后有机会什么的，所以开始学日语。但是到了高中。我也开始就是同时学中文，我可能讲的比较长一点这个故事。我开始学中文，到那个时候，大概我看一下是15岁吧，15岁。73年出生。73年出生的。15岁就。对，然后我88年。对，到了高中嘛，我的各个双胞胎有机会到蛇口，就是深圳那个香港附近的那个蛇口。学中文，他在一个蛇口的一个高中，就是学了，本来准备学1年，后来就碰到6次事件，就是89年，就要早一点回美国嘛。但是他的名字当时是班定远，现在还是班定远，就是肯定的定嘛。然后到了蛇口，很多同学说。这个班定远觉得不太好，不太是，那我们就只是叫班志远。但是我哥哥一直比较喜欢班定远，其实是一个这是台湾人起的，是老师认识的一个朋友嘛。所以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哥哥说，那你用班志远吧，这个名字我不要了，所以开始有这个对志愿的志嘛，对，非常好的名字，很大气的一个名字，是吗？也就是你双胞胎比你大了几分钟的哥哥。对，10分钟，10分钟不是短时间啊。对，妈妈还是比较困难，可能。对。然后你们等于家里也没有任何的中国的联系，就是没有啊，就是有一点，但是不知道，这可能不太好说吧，因为我们在家里一直有藏着一个大概是清朝的一个
叫什么呢？就是那种当时的官员穿的那种漂亮的饲料的那种手修的那个官袍的。我还在我爸爸那里，应该是我忘了什么亲戚，可能是那个 great grandpa， 这是在美国军队或者那个 Navy 里边，他就到中国，就是有机可能在中国南方就买了这个。对，不知道，这个故事我不太清楚嘛，所以可能有一点点，但是这个也有印象。我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拿出来看一下，这特别漂亮，这是修的一个小画图在上面嘛，这是人在做那个中国传统的一些活动嘛，在上面。对，所以这是我刚才说神秘。当时就是一个神秘，我对这个神秘感兴趣。这个可能可以说这个神秘这2个字一直是比较重要的2个字。我觉得你就是后来我们讲那个，比如说分析人民日报，官方的语言也是另外一种神秘。我可能对这些神秘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想解开了解一下啊，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是99年8月份就到了南京大学啊，对。然后就在南京学了半年的中文。对，也当时认识老婆，在中秋节的时候就是谈恋爱啊，我们还在一块儿。对，你老婆也是美国人？美国人，对，底特律的。底特律的，对。所以一直就到了这是90年，这是99年，然后你后来是03年到了香港。其实先的99年和00年，继续在南京大学，就是大概学了几个月以后，我已经下了决定不要回去。我还是没有通知他们嘛，还是等等看看嘛。但是我心里就知道要留在中国一段时间。还记得第一次去上海嘛？那个浦东还在，就是没有几年的当时嘛，因为这么一个 Pro Tower 什么的，就是浦东那里好像什么都没有，是吧？完全新的，然后就是对面有浦西，是老的上海，然后就是很快我就爱上了这个城市嘛，就是下决定，就是在南京大学学了以后，一定要到上海。找工作找办法，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钱嘛，有一个朋友他在南京的一个公司当时是《金融时报》，在英国的《金融时报》，跟南京的本地的一个公司合作做翻译。哇，这个很罕见哈。对，他可能就是本来想做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新闻的一个 newswire 之类的嘛，所以它就是有好多地方报纸，就是很多是比如可能是省级或者省级以下的小媒体，主要是金融方面的，然后我们是做编辑。你到中国的时候其实是90年代末，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也有10几年了，然后浦东刚开始发展，那个时候的90年代末的00年初的中国，你爱它什么？我当时可能比较浪漫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就有类似的经验吧，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 naive， 什么都我们都不太清楚嘛，但是比较兴奋的。对，比较兴奋的感觉，当时可能主要是兴奋嘛。我还记得那个中国进入 WTO 的时候，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这个上海就放了鞭炮，是大的一个 celebration，特别大。然后我心里有这种感觉，好像我觉得有点可能我回头看可能有点过分嘛。但是你想这是27岁的这是年轻人，刚刚到了。在中国没有大概1年半的时间，1年多2年嘛，对，就是觉得未来在这里嘛，这个 future 就在中国发生。这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感觉，中国也在宣传，只是这种东西嘛。但是当时确实有这种真正的感觉。就是让你兴奋的是，兴奋是中国在变化，这里也是这里有故事。现在
现在我们说那个讲好中国故事是另外一个意义嘛，但是当时真的有很多故事。然后我很多时候我已经那个时候开始通过中国媒体也了解这些故事，很多也是我就打开那个《新周刊》啊，其他杂志嘛，《南方周末》，我都可以了解。到00年代嘛，很多外国记者也是透信息的，然后就是另外一方面是一个方面是透信息的，透那个利。另外一方面是说中国没有报道，在中国没法报道，中国是有，因为我就是感觉就是中国只是一个有媒体控制的一个环境吧。很多故事是这样，我们可以说那个河南艾滋病，是吧？这是早就有中国媒体在困难的情况下，带着专业主义去报道、去揭露的一件事情，然后《纽约时报》去报道。然后好像说自己是 break the story 是吧？要 break the story， 其实很早。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他的那个导语，他那个 lead 里边明明说，只有一个小小的北京媒体报道了这个事件。那个小媒体是什么？中国新闻周刊。哦，这可不是小媒体、啊。这不是小媒体，300万，这个300万的读者是远远超过大部分美国，所以这是其实已经开始讲那个媒体的，是中国媒体发展的历史。对，但是我就想听你这个也变化的，对，所以但是回到那个 timeline 时间，这主要是在上海，我开始对那个媒体感兴趣，也做了，就是在玩这个 playing media， 是吧？所以是03年，我就有一段就是非典。还刚没有开始，就是大概是春节的时候，03年是春节，应该是1月底吧。对，那个时候我就离开上海，跟女朋友，现在老婆，到昆明，然后我们通过昆明去游那个东南亚。后来回到上海一段时间，就是已经是非典，做了几个月的自由撰稿人 freelancer， 然后回到芝加哥。读了1年的硕士，读的就是那个西北大学那个 Medill 新闻学院啊，就是是要真正的就是进入媒体的，当时是这样感觉嘛，觉得我已经有几年的在中国玩媒体，就是 playing the journalist，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时间线，但是非典那个时候也特别重要。因为那个时候，做自由撰稿人嘛，我已经注意就是中国传媒的变化，很多杂志，这是财新那个财新还没有，财经在报道嘛，胡舒立的团队可能是跑在前面，还有那个南方都市报孙志刚事件嘛，那个03年的春天是特别重要的转折点。对中国传媒来说，对，所以在那个读硕士以后到香港进入那个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我已经待了，我已经就是不是特别清楚嘛，但是我已经知道，就是中国传媒在变化，而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过程，就是中国传媒的这个变化的过程，记录好，就是解读好。因为，现在也可以说我们在外面，在西方啊，我不太喜欢说西方，因为老是西方媒体、西方这样，就是我们中国的，我不太喜欢，但还是说西方吧。对中国媒体的了解，我觉得还是很少，真正的了解怎么看媒体。但是当时不用说，都不知道这为什么会出现。像南方周末的媒体，如果人知道那个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之下的一个媒体嘛，有母报子报这种说法吧。如果知道，就是你很难说，很难解释对，包括外国的就是中国问题专家，就是解释，就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那个省级官方的报纸，一个喉舌控制的媒体可以做调查报道，可以
就是越红线啊什么的，就是到现在还是很难解释中国媒体的这个怪怪的这个环境。所以这是本来的，这是钱刚和陈万英在香港大学建立这个项目的意愿，就是了解一下。另外一方面是请中国媒体人、中国记者，包括做媒体方面的律师，像蒲志强啊，你认识啊？对，然后那个调查记者，像王克记啊，就是这个年代的这个比较活跃的记者嘛，到香港去给他们一点时间，有的是特别需要休息的时间，有的需要写书啊，或者写论文，或者要向那个香港的媒体学习，香港的社会学习，现在很难想象，是吧？但是当时香港是比较有，就是看成一个值得学习，在中国被看成一个值得学习的媒体环境嘛，一个自由环境的，对，所以对是这样。我现在这么听着你说，我就觉得其实你已经在跟我回顾中国媒体的发展和中国媒体史了。当然这个跟着中国媒体发展的这条线一定是中国社会的状况，因为我跟你是完全同时代的这个频率哈，当然比你晚几岁。我记得当时的情况，现在听了揭露秘密了，没事，暴露年龄，73年生的啊，暴露年龄啊，但是现在回头看看哈，一个是太多可以怀念的时代了。虽然我们现在好像有的说，我们如果现在跟00后的年轻人，经常他们会跟我谈的是说，Vivian，你要给我解释，当时的中国怎么会有这么棒的媒体做这么重要的报道？就是你这个问题。对。因为现在美国新闻学院的学生再回头去看，或者现在你在跟华盛顿的人去讲，中国当年是南方报业集团官方拥有的一个报纸，它有最棒的调查报道是南方都市报，有最好的这种深度的报纸是南方周末。这些报纸曾经引领了整个公众的舆论，甚至它可以孙志刚按一个南方都市报来报道，它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政策。对，现在美国人西方人已经想象不了了，新闻学院的新生也想象不了了。但其实你当时置身在那个我们说叫蓬勃的时代，你刚才说到中国在变化，就是社会经济在变化，整体像你们这些来中国学中文的老外，你感受到的大概接近3万美国人，美国学生啊，现在几百个。500个，对，所以你感受到的不会有人觉得，哎，你怎么是个外国人？他一定是非常友好的，是吧？就是你学中文，他会觉得，哎，你太好了，你来学中文。对。然后你感受到的是那么多好故事。外媒记者要向中国记者，要向中国媒体拿故事。当时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说中国那么快速发展，所有的故事都是好故事，就是新闻富矿嘛。对，是的。对，所以你当时就完全置身在这个环境里面，对，然后你就觉得那中国媒体是可以研究的了。现在专门刚才你特别好，你解释了这个中国传媒计划。我现在在想一想，当年的香港，有2个大学的项目，我们现在看是滋养了好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支持了很多的媒体的人。一个是中国传媒计划，是当时的港大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陈婉莹老师，还有曾经的南方周末新闻调查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记者钱刚老师。对。后来他们2个在新闻学院开了新闻的课程，一代一代又在培养学生。对，是的。他们2个做的这个新闻传媒计划，中国传媒计划，就是给大家一个营养、一个休息、一个交流。对。还有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研究计划叫什么？对，就是那个熊景明，就是研究，就是服务研究中心啊。对，就是可能后来变了名字。对，知道。对。有很多那个内参呐、内部参考啊，这些历史资料是的，挺丰富的。这2个学术中心托起了香港和大陆的这个在媒体、学术和公民社会互相资源的支持、心理的支持的通道。
所以我们回忆一下，我加一点这个背景，可能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看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所以进入正题了，就是在中国传媒计划到你现在的这个，你现在等于是在台湾重建了，对，而且其实是更棒的，等于是一个更好的视角。因为现在整体的议题也变了嘛。对，现在如果当年还是香港在支持大陆的媒体人，现在你可能是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角度上来看大中华问题、大中国问题了。对，在这个变化中，你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现在回头看中国的媒体，在那个时代达到了什么样的成就，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让你觉得当时的你的研究是有意义的，现在觉得还要继续再讲的。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了解这个中国媒体的，就是整个环境和运作，现在当然还是很重要。现在很多人说这个 influence 这个词，你知道，你在纽约就是离华盛顿不远嘛，你到华盛顿就是到处跑，就是 influence， 就是中国的 influence。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难题。但是我怎么说呢？这个要讲这个 influence 可能要慢脚步，就是不要犯错嘛。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 influence 方面的研究是太片面的。所以 influence 你翻译成影响力是吧？影响力，对，影响力。但是它可能是干涉，也有 interference， 对，渗透什么参透这些就是怕这个中国传媒，这是在世界上的影响。就是到非洲啊，到南美啊，甚至到欧洲啊，这是美洲啊，确实有。我们也做了类似的调查，也做了类似的报道嘛。比如说，这是很多例子，就是中新社有官方北京的，就是到什么地方，然后他就办一个媒体，就是看上去嘛，这个或者你是德国、法国什么华人，你可能以为是服务你的一个媒体吧，这是给那个 diaspora 看的一个媒体，但是其实它有官方背景的，上面所有的新闻都是新华社或者中新社啊，什么有很多这种例子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不太了解，这是中国媒体是怎么运作的，连这些媒体之间的联系，这是中国日报是属于中国日报，他们可能知道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啊，是吧？但是很多其他的体制内的一些其他的部门啊，是怎么做的，他们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简单一点讲，就是我们当时的就是了解中国传媒这个整个系统的，就是系统性的研究和了解，是对这种研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很多这些方面的研究是比较片面的，就是我们就是天天讲 TikTok 是吧，或者孔子学院呐，这些东西还留在那里是吧？没有注意这些变化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呢，我只讲一点，就是那个刚才讲那个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关系所以上面那个省委，这是广东省委，广东最高级领导是吧？他的喉舌媒体就是南方日报，但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我们都知道是当时是比较不能说开放，这是稍微有一点 liberal 的一个媒体是吧？相对开明一点。它下面可以有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又可以有南都周刊啊，所以这个你想想，这个它是有点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tree structure 是吧？这个或者一个家族的，就是很多中国它叫报系，对，很多中国很多媒体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报系当年可以做就是越红线的报道，或者校尉就是中国记者叫打擦边球是吧？就是你打球就是像网球一样的，它没有越线的，但是稍微有点我们英文讲 push the envelope 是吧？这样的报道，就不断的往前推进，去扩展空间的。是啊，这是带什么样的信息嘛？这是对这个体制嘛？就是，所以你上面这个省委啊，
是有控制的一条线，但是它之中也有反抗的，就是一层一层的反抗是有可能的，所以它不是单行道，所以我们做很多这个 influence 的研究，是它有任何只是做这种家族的关系，它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媒体。这是我觉得在大部分的时间说现在嘛，这个结论是可信，是吧？因为就是我们只是有时间可以讲新时代嘛，新时代确实是特别严格控制媒体嘛。这个像以前的那种空间是我是差一点说基本上没有，就基本没有，它可能有一点点，是吧？一点点。但是如果我们不单有这种了解，对它的这个系统这个 system 的了解，我们就是我们会认为100%可以肯定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吧？中国媒体不会产生任何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新闻观，是吧？全部是舆论导向，全部是那个自律什么的。但是只有一个例子，就是俄罗斯，就是invade， 就是侵略，是吧？对，入侵乌克兰，就是入侵对乌克兰的时候。有媒体的国际媒体的一个就报道说，中国媒体只能把这个说成是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对，特别军事行动。是啊，对，是啊，所以我们这可能对大部分国际的西方的读者可能太详细、太专业，是吧？他们想了解最基本的、最 basic 的东西吧，但是。我们就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去用我们的 database 搜索一下，这是个关键词。我们一般是用这个关键词进入这个媒体环境，了解一下，就是拉出一些信息来。现在还是可以这样做，然后结果发现呢，确实像那个有新民周刊呢，上海的新民周刊也是这个报系里边的一个媒体，也有这个红色基因所在，是吧？但是他有一个报道，是这个导语里边明明说是 invasion， 然后有的说是战争，包括当然有财新这一类的，是吧？这个有价值吗？我们可以有简单的判断说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的责任所在就是更 nuanced 一点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下，如果有一点点的就是小金矿，你刚才说那个它是爆矿是吧？一点点的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在里头，我们应该知道它为什么呢？因为我最基本的这个 mission 就是支持言论自由，这个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词不太喜欢，可能这个 professionalism 这很重要吧？对，但是在中国有一些有历史吧，这个 professionalism 和这个自由空间嘛，开放社会，言论自由就是很重要。但是我不想去培训中国记者，他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他这问题就是他没有这个环境嘛。很多记者是优秀的记者，但是没有机会。所以你想想，在中国有记者去推，他就去掌握一点空间。我为什么要去说你是中国记者嘛？你做的是没有价值，肯定是宣传的。我有认出这些亮点，就算是在新时代比较黑暗的，或者你说完全会黑暗的一边，有小尾有这些 sparks， 有这些光线嘛，我觉得还是可以发现的。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也做那个全世界的华文媒体，不仅仅做，因为离开了香港嘛，就是有的时候我回头看香港的那个时间，有点就是可笑的，就是我们就是很多年在香港，但是除了把就是中国过来的记者介绍给《明报》啊、《苹果日报》啊这些记者都可以
混到一块儿去嘛，吃饭呢，我们基本没有研究香港的媒体。那香港是一个自由空间嘛，可以请人过来，是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关注台湾。台湾可能是亚洲最自由的新闻空间嘛，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把2点好的报道，就算是天下或者报道者做的调查报道或者解释性报道，介绍给国际的观众，像你的大声，是吧？谢谢就是不管是1、2个人的媒体，或者10几个人的媒体，甚至50，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工作吧。所以我是这方面我们是关注，是吧？关注这是旁观，很多是旁观，也是分析，这是很重要，所以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可以。就是不用只看 PRC 的 media 这是很好，因为我当然很喜欢这个，我已经做了20年嘛，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之外，也这个华文媒体、中文媒体，就是现在看是比较有趣的，就是比较让我比较兴奋的一个环境吧。我刚才一边在听，我就发现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人都忽视到的。刚才你说了，世界这么多年，不管是研究者也好，还是媒体报道中国，经常想不明白的，就是简单化的定义。比如说官方媒体。那就当然这个认知也对，就官方媒体它绝大多数像你说的还是新闻控制，没什么好东西。是。可是中国的有趣性和复杂性就在这里，就是在最难的空间里面，还是总有一群人在努力的推这个红线的，在推空间。所以你们当年其实是在鼓励找到这些独立的报道和新闻，但是现在你强调的是，就是一个是要理解这个媒体结构，就是一个就是上下文嘛，对，就是这个媒体它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可以说话，那什么信息这家媒体报出来就是有价值的那家媒体报出来就毫无意义。其实你已经在做一个就是背景分析的背景的随时给到，所以在现在中美关系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或者很多记者可能甚至都没有太多机会去中国的时候，这种理解媒体结构的重要性就很重要了。是啊，对。可是你刚才再说一下，就是这个为什么现在习的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想想习近平时代也10年了，现在想想这10年，对中国媒体到底有什么变化，失去了什么？我昨天在看那个我为什么看到对，我们那个电子报是明天出的嘛，那个 Linguistic 就是关于华文媒体，那个 newsletter 也加一点PRC 的分析，比如说人民日报是有比如说叫 Red Lines， 就是讲那个提法，就是讲那个人民日报是怎么去报道就是一些事件什么的，所以它是混到一块儿，这是华文世界和中国的，然后有香港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报纸开天窗，所以我们这一方面有我们叫 card， 就是做了一个小的300字吧，介绍这个香港的故事，也有下面有一个叫做你知道的吗？Did you know？ 是介绍这个开天窗的历史。它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嘛，它国外也有甚至华盛顿邮报有一次是开天窗的，所以很有意思。但是这带我回到那个动车事故那个时候，温州动车的那是11年是吧？对，11年那是微博时代，对吧？所谓微博元年，微博一下子出来一波袭击者。当年是08年奥运之前，中国就有就是胡锦涛的讲话嘛，要那个从舆论导向，就是为了政权而控制媒体的意思，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到舆论引导是更巧妙的方式吧，因为他认识到我们不能仅仅的，就是我们不能只控制媒体。就是人家需要信息了嘛，现在是微博时代了，信息就是这个流得挺快的嘛。如果没有声音，那就人家开始
谈谈了，他开始是自己分享他的猜测什么的，所以他要主动的。那是08年就是没有多久，那个奥运过去了，然后那个新浪微博就出现了，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吧。所以3年以后才发生那个动车事故嘛。但是我看了那个是应该是华商报的，当年也开了一个就是开天窗，因为从一开始那个刚刚发生的时候，它是完全控制，是吧？就是不能，然后网络上有视频啊，还记得有人在用手机拍视频，是他们要把那些 cars 就是挖一个坑，把它推进去嘛，这是人家在看嘛，在微博上，在网络上在看，但是另外一方面，官方想控制，不要人去报道，他就下了警令，这是宣传部媒体不能。就是去在场报道是吧？但是我看了那个开天窗，我就把我回到那个时候，就是当年媒体还有开天窗这个对，就是媒体怎么变化，就是对，当然这个媒体完全这个失去这个空间，一方面是控制，一方面是那个习近平，包括16年2月份吧，他去人民日报就开始讲媒体信党。信党，大概我不知道你的 viewers 知道没有？那个信党的意思，媒体信党我知道，还专门去了 CCTV 也说央视信党，媒体信党。对，以我的分析，它是跟党性有关。你看那个官方的报道嘛，或者这是共产党的提法，就是老是讲那个党性，包括80年代也有一个讨论嘛，就是人民日报是党性还是人民性，是吧？是 People's Newspaper 还是？Party 的 newspaper 是吧？这个 tension 就是一直在中国媒体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 tension 一直在。现在就好像是只有这个偏那个习近平那一方的 tension 是他来的，他的不是 tension 而是施压，是 pressure 是吧？是 pressure。现在好像没有空间，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是跟控制。没有关系，它是商业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这是媒体的变化，这是让了这个媒体的环境完全就是有彻底的变化。有微信啊，微信是一个，就是这个平台不仅仅是平台嘛，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世界，是吧？它是微信上可以有自己有公号嘛，有 publication 这些东西嘛，所以这个本来扶持媒体，而且在下面扶持一些带有一点自由主义的记者，有理想的记者的这个环境，基本上没有，完全被挖空了。现在就到了一个只能开公号，可能自己但是不知道钱来源，这对你没有收入嘛？你要拉读者，你要吸引眼球。才会有收入嘛，所以这个环境是不太适合做那个专业的，所以是一个还是在一个转型的这个就是刚好这碰到这个转型的这个转折点，就有习近平上台，或者可能有就是很难说，就是我们叫鸡或者鸡蛋先来了嘛，但是就是我估计可能是习近平，就是也有这个意愿，好。已经受够了吧 ？Enough is enough。就是胡锦涛想控制媒体，08就是6月份的时候出了那个舆论引导，我们要主动的去报道，就是说你这些小报不能去报道，但是我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新社可以，新华社可以去报道，然后你们呢？你们这些南方都市报啊，那个东方早报。你们这是哭了好几年，这是积累的这个就是读者嘛，就因为你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就利用。所以胡锦涛就说，就是很多时候在胡锦涛的就是最后那2年嘛，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新华社下了报道有通稿嘛，但是南方都市报没有办法，他只能放这个通稿嘛，他变成了新华社，就是党媒的。一个放大器吧，一个放大器的功
所以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就是没有这个环境嘛，这个但是原因很复杂，原因很复杂。同时还有这个所以现在很多人在骂抖音，在骂 TikTok。当然，在美国的 TikTok 和抖音完全是两套思路在玩。但是我也是非常非常痛恨抖音和这个算法的，就是把我们之前，当然你刚才说的很重要，一个就是共产党它本身它自己以前如果你们还有一点点空间，现在就不要给你这个空间。你不但不要给空间，你还要成为我的 influence， 成为我的宣传的工具的完整的执行者。对，另一方面，这个算法，这种短视频，这种煽动情绪的这些工具的特性，就是这些工具本身有这种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又具有这种特性，可以帮助一些官方的 campaign， 一些官方的目的执行的更有效。对，这是一个你涉及到一个我觉得比较，能说奇怪吗 ？Strange 是一个，就是一方面，习近平在，就是 concentrating power， 我们都知道这是你看什么报道，这是我们揭示习近平时代的一个最基本点是吧？这 concentrating power， 他的权力特别大，但是很奇怪，就是你看那个来自各地的新闻嘛，这个线索是什么呢？是新华社吗？可能是新华社，但是新华社的报道是完全依赖各地的地方的，比如说微博或者他的社会媒体，他会比如说有一个四川发布，你可能很多时候你看一个中新社或者新华社的报道，它是什么或者温州发布，或者温州这个警方的这种社会媒体，那什么情况吗？对，就是说上面这个特别有权力的这个习大大，就是很多年没有说习大大吧，我刚才又把他拉出来，对这个人呐，还要记得他是一个脆弱的人嘛，在后面，但是他权力那么大，但是还是依靠这些就是小地方的，就是信息，完全可以撒谎。所以完全变成了一个撒谎大国，是吧？这是一个特别可悲的一个情况吧。我觉得也是很危险的情况。我觉得就是上面习近平知道地方在发生什么，他知道就是中国的公民在就是受什么样的情况吗？有什么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真实的记者都没了。就是真正去做采访的记者都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信息的第一手，我们老说一个新闻出来有第一落点嘛，就是有人要到第一现场去，你至少把5个 W 你先说清楚，发生了，包括昨天出来的这个捅了4个美国医生老师的这个事情，对，谁为什么在哪里什么时间干了什么事儿，对，你这个现在变成了信息源。当地的新闻的信息源没有当地的记者，对，全都指望官方媒体。可是官方媒体的信息，或者就是官方发布，或者就是地方的这个假新闻。是啊，对，所以我又提到这个，我是特别依靠中文媒体、华文媒体。像我可以提出端的朋友吧，当然，端传媒是比较优秀的这媒体，现在是在新加坡嘛，但是包括在台湾有20多个人嘛，但是是今年什么时候吧，可能忘了，还是那个北京医院的那个有小火的情况，你还记得吗？有那个事件吧？对，有那个医院。但是他虽然是在中国首都，虽然是在就是有附近有几十万人生活的地方，他是有8个小时以后才有新闻报道。我还就是很多人肯定有视频，就有人拍了，肯定有人拿着手机去拍嘛，肯定的。但是它是比较高效率的被控制的，在北京的。最核心，中国最核心，这么大的一个新闻是没法。然后当时有很多本地的记者也在说这个问题嘛，所以你我还是值得听他们的。是的，
对，所以这是很重要，但是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也都要继续关注吧。中国的这个信息的流通，是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完全的被就是破碎掉，就是 broken 完全断掉的 broken 的一个情况吧。以前不是，以前也会有一点。包括那个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就是上面说不能去了，然后大概是光一个南方报，我们刚才说那个南方报系嘛，甚至好像是，应该是南方都市报吧。当时有人跟我说，我觉得这是有点不可信的，就是有300多人自己去了。是真的，他是说我们这个应该是南方系还是南方都市报？我记得当时好多记者几百人都自己说去了。算了，他说你下了警令说不能派记者去我自己去嘛，我自己找车，自己开车，对，自己 hitchhike 到就是四川去报道嘛。对，但是现在不会，现在完全是不能说不可能的事但是很少发生的。当年很多人都在跟禁令赛跑嘛，说一个新闻出来，对，我们还要先跟着新闻走。对，等着禁令来之前，一般有48小时、24小时，记者先出去了，然后编辑呢在办公室挡一刀，先挡一刀，说你们先去，或者先定那个内部参考嘛，有一些新华社的内参可以定的，然后他看的是地方有哪些线索，还有异地监督嘛，跨地监督。对，北京的事儿，我上次还专门讲过这个异地监督。对，北京的事儿，河南讲，河南的事儿四川讲。对，广州记者去广西报道那个市长的问题什么的，但是所以当时记者有很多这种技巧嘛，现在是很多技巧、很多工具都收了嘛，没有办法用的，甚至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的，没有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悲剧呢，就是你可以你可能可以忍一段时间的，3年4年，我是说这个就是 journalism community 或者这个专业主义的这个共同体吧，忍一段时间吧。但是过了几年嘛，当然这些记者主编呢会选择走嘛，也什么都没办法做嘛。就是我有一个题材嘛，有一个很好的调查报道，然后上面说不能做，或者以后对，现在不是时候呢。你会到阿里巴巴，你会到其他公司嘛，去好好赚钱的，养孩子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代的这个专业的就是记者吧，已经完全离开了。这是就算那个西方包括美国的很多国家嘛，我们的新闻业，我们的媒体也有就是特别大的变化，还在改变的。就是这个怎么生活，媒体怎么有可持续的发展，是一个大家都在问的问题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这个老记者在嘛。老也是包括我这个年龄嘛。不好意思，有50多岁的人对。但是40多岁的记者当然有主编的，然后他有20多年、30的这个工作经验了，可以叫那个。就是刚刚开始就是走路的记者，对，50多岁、60甚至70多岁的都有嘛。这个文化是要传承，所以你想，中国从翻右以后，文革以后，完全是黑暗一片的，没有记者，但是还是可以跳出来一个刘彬彦，对，刘彬彦有。然后还有那个上海就是经济导报的，是吧？对，也可以出来，也是泛右的时候，就是一个年轻记者又出来办一个报纸，是吧？所以但是就是很这个 knowledge， 这个我知道这一点，但是给我很酷的感觉，觉得我们真的吗？又回到那种泛右文革的那个时候，要等到10年以后、20年以后，就是现在30几岁、40几岁的。到那个时候就是老头，
老太太又出来说：“好好，我们教年轻人怎么做，我们去做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媒体。”我现在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老头老太太再出来重新干，在外面，在外面，真的，这是一个回答，真的是这样。我懂你在说什么。但是还有一点我忘了，所以这是可能是前面一个问题，就让我想起，就是关于新闻价值，然后你是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嘛？对。然后你说这个比较独立的 content 嘛，但是我们还要记住，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要了解中国传媒的这个整个这个体制嘛。我也是天天教自己的这些研究员，这是年轻的研究员，这是人民日报的价值。很多人一听着，哇，这是人民日报，我怎么看呢？没人看的。很多人说没人看。如果你研究中国，甚至你是中国记者，不管什么记者，对中国感兴趣，必须要看，因为不是他做的报道，或者他的报道带有价值，完全是垃圾。但是垃圾你在垃圾里边也可以找到，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报道。然后我们在我们的 CNP 的网站也可以发现，我们就叫做 fingertip， 就是说是 formalism。现在共产党在批评这个 formalism， 忘了怎么说，但是形式主义。对，形式主义。手指形式主义什么意思？就是人民日报这是第一版有一个报道，这是在那个包眼之下。所以我们也是研究这个媒体，像人民日报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的，它有头就是它有一个是你必须要研究好，什么价值呢？就是我还记得那个导语有说怎么习近平到地方嘛去访，然后一个可能是县以下的一个乡长什么的就跳出来说：“哎呀，现在太好，我们不用天天这个看手机的，看微信，是不是这么一段嘛？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最近几年，中国就是共产党，就是上面拼命用那个 AI， 他就算不是 AI， 他还说是 AI。”因为他要跟着假 AI， 显得自己很时髦，但是他要用手机，他要用微信，就是开个微信群的。我们要有效率嘛，要有 efficiency 是吧？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像每一次共产党出一个什么大的一个 policy， 我常常用英文说，就是习近平打喷嚏，全国就感冒了。就是中国是这么一个，这是治理方式，就是运动性治理嘛。所以如果上面就说我们要用这些东西，我们要好好学习，是吧？所以有一个 app 可以学习强国这些东西，这是让的所有的这些小官员啊，这些 cadre 天天都要跟着这些技术来跑嘛。就后来发生了一个 fingertip formalism， 他要出来批评，是吧？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共产党现在要解决我共产党刚才前面这几年就是创造出来的问题，这是一直是这样的。所以你细看，我们英文讲这个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可以发现很多这种东西吧。是的。然后我们一般的研究的方式很简单，但是基本上没有人这样做吧。很简单，这是一个秘密嘛，就是你用那种报道，我把它比喻成一个房间。但是这个房间有很多门，是吧？左边、右边、前面、后面都有门，就是我研究员都要打开。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报道有哪些关键词？你好好的在 Google 里边搜索，前面几个星期由谁来说，你可能可以发现湖北某一个报纸在讲，或者湖北某一个报纸的评论版有小小的评论，一个人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针对那个 fingertip formalism， 就是人又给一些信息，然后我又发现一个报道说前面有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报道，但是你有更多的信息在里头，就是那个中国也有一个叫做那个农村书市吧，是书屋。农村书屋，我们也是这么报道的。农村书屋
从这个关键词开始，然后又可以找到这是一个地方报纸有一个批评说这是某一个地方这个书屋花了多少钱呢？他还说那个预算是天大的数目，然后说在1年之内只有这么几个人去用这些是完全是心想工程嘛。所以你在这个就是官方的这个提法的媒体这个红基因里边可以找一些秘密我听懂了。如果我们还在中国的话，如果我是那个《纽约时报》或者其他的这媒体的记者，我也会这样报。但是我会到那个现场去报道嘛，就是这么就是这一点就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有这个责任吧。